这是幼儿时期的萌兰打摄影师的画面。小时候的萌兰有着大佬风范，看到摄影机这个奇怪的东西靠近自己和庆大，为了保护小弟，还在穿尿不湿的他站起来就要打摄影师。小时候的萌兰什么都好，就是喜欢越狱。他还常常帮助奶爸收猫，深受饲养员们的喜欢，还被一众小弟所崇拜。尤其是庆小，常常给萌兰进行马杀鸡。自从美奶妈亲自传授他越狱技能后，从此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刚开始还只是爬窗，爬不上去就让小弟庆小充当肉垫，到了晚上再爬铁栏勤加练习。日复一日，只过了1个星期，萌兰便带着一众小弟开始了越狱计划。萌兰首当其冲，双手抓紧玻璃墙上沿，然后双脚腾空用力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第1次越狱，萌兰就被抓住给关了起来。只要思想不滑坡，方法总比困难多。还有一次，他趁奶爸开门的一瞬间，带着庆大一起越狱。只见一个箭步就跑了出去，他被奶爸控制的同时，恰好又为庆大争取了时间。庆大见状，赶紧过来救大哥。此时两雄虽小，但力量不可小觑。要不是后面又进来个奶爸，萌兰说不定就已经越狱成功了，就不会出现后面他在北洞的越狱事件了。后面动物园知道萌兰喜欢越狱后，连夜就把他送到了北洞。送别当晚，他是直接被2个奶爸像抬猪一样给抬走的。多天不见妹妹，花花还是不习惯，一上班就满屋子寻找妹妹。今天是花叶分开的第6天，和往常一样，今天花花一来到室内就开始吃笋。吃笋的途中，他换了很多地方。笋吃完后，便开始这闻那闻，估计是在寻找妹妹。从笋吃完后开始，他一直在房间内徘徊，每一个角落都被他走了个遍。看得出他想妹妹了，满屋子寻找，只为妹妹出现。然而房间内虽然有妹妹的气息，却不见妹妹的身影。确认妹妹不在房间后，花花便爬向了吊床。记得之前妹妹总喜欢和自己抢吊床，她故意从吊床上滚下，然后嘴里好像在说着：“妹妹你快出来，姐姐不和你抢东西了，妹妹我想你了。”随后一直趴到了下班。时间到了下午，轮到叶子到室内上班了。叶子一上班也是不知所措，同姐姐一样，她也在房间寻找着花花。虽然2姐妹分开了，但她们彼此挂念着对方，而房间留着的味道正是熟悉的味道。然后叶子就对着秋千大打出手，仿佛在宣泄着自己的情绪。为什么姐姐不见了？她在埋怨自己没有保护好对方。殊不知，在她想姐姐的同时，姐姐也在想你。太他妈离谱了！这只大熊猫从室内走了出来，而它前面的楼梯刚好通往游客区。据悉，这只大熊猫叫做乔乔，江湖人称乔老爷。这天因为饲养员没把门关好，它从室内走了出来。当时没觉得有多危险，其实楼梯上来就是游客区，而游客也没意识到危险性。幸好乔老爷走到门口后就没有了其他动作，换做萌兰的话，估计一个助跑，然后一个攀爬就逃之夭夭了。随后乔老爷的头不小心撞击到了门，乔老爷迟疑了几秒后就朝门里面走去了。而这一场看似没有危险的危机以乔老爷自己回家而结束。咱们的饲养员还是要上点心啊，要是出现了意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然后我搜索了一下乔老爷最近的视频，发现他特别喜欢找其他大熊猫玩。就在10月份的时候，他还准备通过树丫爬到隔壁之路的院子呢。而当时之路只不过是在树上，同乔老爷打了一个招呼，然后我们的乔老爷就开始了疯狂的行为。好在最后因为树的原因，他没有爬到直路的院子。我在想啊，他这次走出来是不是想找七仔玩呢？没有看到七仔，所以就回去了。这天萌兰爬到高处不敢下来，赶紧找妈妈寻求帮助。萌萌二话不说爬到萌兰身边，准备营救孩子。就这样，在萌萌一边保护一边安抚下，萌兰才放心的往下落。最后萌兰松开双手，安全落在了妈妈的怀抱中。萌萌接住萌兰的这一幕，真的要把我感动哭了。看到孩子安全落地后，萌萌这才放心离开。果然世上只有妈妈好，这句话适合世界上每一种动物。到了第2天，我又再次被萌兰给感动了。当时萌兰正大口吃着笋，看到妈妈过来正在找笋吃，萌兰赶紧把手中的笋给妈妈吃。萌兰真的太懂事了，
这不就是咱们传统文化中的母慈子孝吗？看到这，我自愧不如。看到妈妈有笋笋吃后，萌兰这才从心找笋笋吃。此刻的萌萌一边吃着笋笋，一边看着自己的孩子，想必此刻他心里是非常满的。他为自己有一个好儿子而感到幸福。到了外场后，萌兰抱着妈妈不放手，把头放在妈妈的身上，感受着妈妈怀抱的温暖，然后再送出自己的香吻，向妈妈表达自己的爱。萌兰和妈妈真的是天下第一好。萌萌在萌兰身边的时候，也是萌兰熊生最开心幸福的时刻。再次回看他们一起生活的画面，真的是幸福又温馨。熊猫金虎玩滑滑梯，撞完墙后根本不服，又来一次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金虎看到飞云在玩滑滑梯，飞云在的时候，他根本不敢动弹。当看到飞云朝着室内走去后，金虎这才敢学着飞云的动作玩滑滑梯，结果却出现了意外。当金虎第一次滑下去时，由于没掌握力度，直接就撞墙了。他当场就不服气，然后来到起点，又来了一次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就要出意外了。就这样，他以相同的方式和姿势又撞了一次。本以为这下他该懵逼了，没想到看起来唯唯诺诺的他，第三次再次来到了原点。这下他真的被撞蒙圈了，连续3次以相同的方式撞墙。金虎，你也是没谁了。然后他就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室内走去了。有了前车之鉴，到了第2天时，怕撞脑袋，他玩滑滑梯再也不敢把头朝前了，然后用这种平躺的方式从滑滑梯上滑了下来。到了第3天，他依旧不敢把头朝前，看来第1天撞墙的疼对他来说那是历历在目。也对，即使撞屁股也没有撞脑袋疼。金虎虽然有点搞笑，但智商那是没得说。谁能想到在熊猫界拥有着金刚芭比的称呼，说他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却能一拳打死鲁智深的萌妹飞云，却是他们家族脾气最好的小熊。飞云的妈妈是不老女神菲菲，是出自有名的永巴家族。菲菲曾经还抓伤过饲养员，菲菲也是第一只因为脾气暴躁，基地不敢送出去打工的大熊猫。飞云的爸爸是暴脾气出了名的卢卢，卢卢是一只被救助的纯正野猫。卢卢脾气暴躁到他居住过的宿舍，其他大熊猫都不敢住。而飞云的姐妹喜乐，仅仅是因为坐椅子时不小心摔到了，一怒之下就把椅子给扔沟里去了。而飞云除了揍金虎外，其他时候脾气都很稳定。奶爸把食物放在蜂笼里，明明可以一巴掌就给它拆坏掉，可飞云还是用了几分钟，温柔的只拆掉一根藤条。但吃竹子时，竹子带动了小黄鸭，小黄鸭掉了下来，飞云被吓到了，也只是把小黄鸭轻拍下去。加餐拿自己的食物时，飞云的熊掌都是轻轻温柔的。飞云不愧是脾气最好的小熊，就连拆家的时候也是，都拆出了大家闺秀的样子。飞云排碎纸鸡，微笑着咬一口，吐一口，一举一动都优雅至极。果然啊，长得美干什么都招人待见。是小时候福宝最接近死亡的一次，他差点窒息，发出了狗叫声，幸好爷爷及时出现，对他进行了施救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福宝学着宋爷爷爬树的动作，成功上了树。然而就在他下树时，突然出现了意外，脑袋直接卡在了树杈中间。因为当时的福宝还小，遇到事就比较慌，头卡住后，慌忙下他就用力往外拉扯，结果越拉扯卡得越严实，期间差点窒息，疼得发出了狗叫声。当时的游客还不知道情况，所以才发出了笑声。宋爷爷一看就不对劲，赶紧从树上下来施救。他扶起福宝的身体，用力的往上举。由于福宝太重又卡得太严实，忙碌了一会儿都还没有成功。可是时间就是生命，宋爷爷不敢有丝毫的松懈。最后在宋爷爷使出吃奶的劲后，终于把福宝的头给弄了出来。福宝头出来那一刻，他都深呼吸了几口气，而且一脸全是惊恐的表情，看得出这次他真的吓坏了。宋爷爷将他放在地上后，他好长时间都没缓过来。看到福宝的反应后，宋爷爷立马蹲下来，不停地抚摸福宝进行安慰。过了好一会，福宝都还处于惊恐中，然后宋爷爷就抱着福宝回家了，准备带回室内检查一番。后来检查得知，福宝并无大碍，就是吓坏了。至今都想不明白，当年萌兰是怎么说服庆大庆小给他当肉垫的。
首先是庆小助他爬窗，然后就是庆大助他越狱。蒙兰在四川的那些年，最大的收获估计就是有了2个忠实小弟，他们不仅对蒙兰言听计从，还十分体恤蒙兰。如视频中，庆小知道蒙兰越狱辛苦了，还给他按摩，甚至后来他们长大了，他们依旧尊敬蒙兰。比如画面中，蒙兰嘴唇发炎，庆小心疼的用嘴为大哥处理伤口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蒙兰在四川待了2年后，2岁时乘飞机回到了北京，至此四川少了一个三哥，北洞多了一个阳光大男孩。而蒙兰和2个忠实小弟，自从那一别后，就再也没见过面。三哥依旧是三哥，在北洞凭借越狱，一时间成为顶流，而庆大和庆小却逐渐淡出了熊猫圈，网络上关于他们的消息也是寥寥无几，也不知道他们如今都过得怎么样了。我们来看看庆大，他现在居住于成都熊猫基地，只是他现在不叫庆大，而是改名叫琪琪。虽然当年蒙兰离开四川后，期间庆大还被传出有刻板的行为，但后来庆大的状况得到了重视，有所改善，也得到有效治疗，完全康复了过来。后来庆大因为会表演爬树，会劈叉，还会不停的咩咩叫等等开朗行为，还被当做了全球动物形象大使。虽然曝光少，但现在过得非常不错。作为蒙兰最忠实的小弟庆小，同哥哥庆大一起生活在成都，他现在也改名了，叫做点点。虽然他现在没有流量，要快被大家遗忘了，但从最近他的一段视频中发现他非常健康，只是没有了当年活泼。好希望当年的3小只再次同框呀！退回去了啊！果然是2观察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饲养员喂完食物后，忘记带走了篮筐。下班时间到后，于爱看到没有饲养员来收，顾家的他只好亲自收筐下班。这一幕直接惊呆了现场的游客。盆盆要自己收回去是吧？连筐筐也要自己收吧？游客感慨道：“于爱真的长大了，身为2馆长的他也知道顾家了。爱爱不愧是我的心上熊，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他了。”饲养员得知消息后，到内场中亲自给爱爱进行了加餐。果然懂事的孩子，大人都挺喜欢，也挺偏袒。这一幕可把身旁的可可羡慕坏了，他不知道为啥妹妹有东西吃，而自己没有。殊不知这都是妹妹顾家获得的奖励。饲养员也挺大方，爱爱的身旁全是新鲜食物，导致她半夜了，因为嘴馋还爬起来偷吃，而可可早已经呼呼大睡了。瞧瞧爱爱这笑容，简直掉进了幸福堆里。就这样，爱爱一直吃了很久很久，以至于第2天，爱爱都自己叼着盆盆来上班了。估计她是想打点盆盆来当宵夜了吧。萌萌把妹猪弄摔后，为何还是一脸生气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萌萌跑到这里，不知在看些什么，然后奶爸就叫他去带娃。萌萌，臭女啊，你爬上嚟做咩？唔要你個女啦，抱佢落嚟啦！听到奶爸的声音后，萌萌快速的朝着妹猪跑去。此时的妹猪正在这个椅子上玩耍，萌萌需要绕一圈才能抵达这里。过了10几秒后，萌萌成功抵达，但是表情好像不对，然后来到妹猪身旁，犹豫了片刻后，他还是将妹猪一把搂在了怀里。游客上一秒还以为萌萌要晒娃时，哪知下一秒妹猪就掉了下去。妹猪摔下去后，萌萌直接把脑袋转向了一边，明显带有情绪。而咱们的妹猪那可是结结实实的摔了一跤，幸好大熊猫皮糙肉厚，这一下看起来很危险，实则一点也不安全。看到妈妈还在生气中，懂事的妹猪还想爬上去安慰妈妈。期间，萌萌看到妹猪在攀爬，还用眼睛瞟了一眼女儿，然后又赶紧收回了目光。很明显，萌萌的眼神这下缓和了很多，然后还多次看向妹猪。这时的他对刚刚的行为估计愧疚不已，反正是一边注意着妹猪，一边不敢看她。看到她快要爬上来时，还用手拦着，示意她不要上来了。上来不仅危险，而且等下奶爸还要自己收她。最后看到妹猪在半道上卡住了，确认她遇到危险后，萌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放下自己的情绪，转身去救妹猪了。帮熊傍地走，谁让谁是狗。眼前卡门的这2货就是香果和春生，不了解他们的还以为他们有多恩爱，连出门都要一起。其实呀，这
这两家伙就是个欢喜冤家，从小打到大，从成都打到杭州。去杭州时，奶妈千叮咛万嘱咐，春生去了杭州不要打妹妹，在外面两兄要相亲相爱。结果到杭州的春师傅只记得相亲相爱，该打妹妹还是要打妹妹。两兄凭借实力干架就登上过热搜，因此香果还成功喜提了单肩。除此之外，两兄在杭州上班的第一天就创造了香椿卡门这个经典名场面。明明只有2只熊猫，硬生生整出了早晚高峰期，这门卡的绝了。结果春师傅凭借男熊的优势，率先挤了出来。本以为上班卡门是个意外，结果下班时这2个家伙又卡门了。Oh my god， 真是2个欢喜冤家，真怕门被他们给挤坏了。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一下，结果还是春师傅技高一筹，他又挤了出来。哎，本该是上天安排的姻缘，春师傅你这么弄，我都有点替你担心呀。同时两兄可谓喜好相同，看到奶爸从窗户中露出脑袋，两兄还争着和奶爸打招呼呢，简直和吃瓜群众一个样。以前春生为了下班还会爬窗户，这个小小的窗户我都好怕春师傅将它弄坏。两兄妹卡门就算了，别整出个卡窗的大新闻哦。别看有时两兄也恩恩爱爱，该打的架还得打，该卡的门还得卡，这就是春师傅和香椿一对熊界欢喜冤家。盘点大熊猫坑爹名场面。前不久，新顶流灵年又玩出了新花样。寒冬腊月天，不仅泡冰泉唱歌，还津津有味吃起洗澡水冰块卖惨。目睹这一切的奶爸在一旁瑟瑟发抖。这真的是要让我死往上吗？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如今天气变暖，他不仅吃起了枯草，身旁的嫩竹更是被他放置一旁。先前他还坐在雪地里啃过木桩，边啃边叹气，这是铁了心的让奶爸背锅呀。隔壁的麦麦听闻后，心想坑爹这事他最在行，就和灵岩攀比了起来，不仅蜷缩在角落里，氛围直接拉满，而且还边吃鸡笼边哭泣。特么的，你们俩演技一个比一个牛，奶爸也是一点一点被你们送上热搜。而我们的阳光大男孩萌兰就比较聪明，选了个离游客最近的地方，啃着树枝，边啃边看游客的反应，仿佛在诉说奶爸是怎么不给他吃的。要不是看到他300多斤的大胖身体，真的就信了他的卖惨行为。萌兰卖惨不是1次2次了，奶爸可能想哭的心都有了。看来他连夜联系黄连奶爸取经，怎么才能不被记出刻板行为？而全网被骂的最惨的，当属小奇迹的奶爸。奶爸给小奇迹都喂了许多笋笋和胡萝卜，还拿来盆奶问他吃不吃。哪知道这小子不仅不理奶爸，转身就将杂草给嘴里炫，直接让奶爸在网上凉得透透的。而感同身受的还有这位天津段子手老冯。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八里台的二姑奶奶喜乐。大热天喜乐穿深貂，耍脾气不可回空调房，瞧给冯奶爸急得都喊他祖宗了。祖宗回去吧，行吧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都快死在这儿了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就在前几天，喜乐因为1天不见老冯不肯下班，寇师傅收他时，硬生生叫了2个小时都没收回去，都把寇师傅给急坏了。乐乐，回去吧，你是我姥爷。哎，不得不说，咱们的国宝真是把奶爸拿捏得死死的，而这只大熊猫就更牛了，差点让奶爸下跪。奶爸为了锻炼雪宝的后肢力量，吃小苹果时让他站立，雪宝为了不那么辛苦吃到食物，竟当场跪在了地上。奶爸一看，这怎么能行？这不是让自己死网上吗？奶爸恨不得当场也给雪宝磕一个。网友们还知道哪些很贴的大熊猫呢？是我见过胆子最大的大熊猫，把刺猬抓来，用它来按摩。它的名字叫做雅吉。这天游客一进来，就发现他手里抓了一只刺猬。哦，你看，真正的刺猬呗。此时刺猬还是活的，但面对未知危险时，它已经把身体卷缩了起来，用带刺的外壳保护着自己。而大熊猫刚好皮糙肉厚，即使刺猬带刺也伤不到雅吉分毫。然后雅吉一把抓起它，用它来给自己按摩。我为什么说雅吉胆子大呢？当年女汉子飞云院子也出现过一只刺猬，它可是一拳可以打爆门锁，把金虎按在地上摩擦的飞云呢。他看到刺猬时，只敢小心翼翼的试探，最后还被刺猬给吓跑了。而雅吉就不一样了，不仅拿它按摩，还将其抱在怀中肆意玩耍。
期间还尝试着用嘴咬。好在雅吉并不是真正的要吃它，只是逗它玩耍，否则的话刺猬性命难保，雅吉说不定也会因刺猬的外壳而受到伤害。用嘴咬了一番后，发现它还是一动不动，雅吉觉得索然无味，便躺在地上睡觉了。突然他发现身上有点痒痒，然后又拿起刺猬捞痒痒。这雅吉胆子真的很大。后面随着饲养员的到来，成功从雅吉手中救下了刺猬。虽然期间雅吉对他又咬又玩，但并没有对其造成实质性伤害。还有这个画面，我们看着好玩，感觉雅吉的胆子很大。实际上，这对大熊猫来说充满了危险。比如雅吉，一旦它把刺猬吃进肚子，可能就会面临生命危险。大熊猫的院子总是出现老鼠呀、一些动物呀，这说明动物园一定要加强管理，防止意外情况发生。比如前段时间，福宝身体出现了发抖的情况，据说就是因为福宝的院子出现老鼠后，他才这样的。这可牵动了全球亿万粉丝们的心。来，大熊猫花花也有攻击性，多次欺负新奶爸奶妈。众所周知，花花一直都是可爱温柔的形象，尤其在谭爷爷面前，听话的像个小女孩，不吵又不闹。可是这天基地来了一个新奶妈，花花却一改常态，气汹汹的就朝着奶妈走去。奶妈顿时被花花的气势吓到了，然后赶紧朝着谭爷爷身后躲去。即使有谭爷爷阻拦，花花也没有停止该行为。看花花的姿势和动作，明显就是一个攻击性的状态。我话都没说完，他就一个袭击，他还以为抱的是奶妈呢，死死的抓住不放，结果发现是谭爷爷，赶紧又坐了起来。而奶妈早被这一幕吓跑了，从此没敢来花花的院子。除了欺负新奶妈，花花还欺负新奶爸。这天谭爷爷因为有事，一个新奶爸来给花花喂食。幸好新奶爸比较聪明，知道使用美食剂，可美食剂只能延缓花花的攻击，并不能彻底阻止他攻击。奶爸只能边退边喂，花花带来的压迫感很强啊。换做刚刚那个奶妈，估计早就丢下盆盆跑了。该说不说，这花花平时看起来温柔可爱，没想到还有攻击性的一面。果然古话说的没错，大熊猫虽然可爱，毕竟它们是熊不是猫。看到花花这一行为，估计谭爷爷也操心坏了，以至于谭爷爷都不敢出差。一旦出个差，没人敢近距离投喂花花，花花估计就要被同伴抢食物，从而饿肚子了。宝贝吓得从木桩上摔了下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去年冬天，爱宝乐园突然下起了冰雹。福宝听到声音后，触发了本能意识，朝着高的地方爬去。结果冰雹越下越大，声音也越来越响。就这样，他被冰雹声音吓到了，在木桩上奔跑时不小心摔了下去，这下摔得老疼了，顾不得身上疼痛，他赶紧找地方躲藏。因为这冰雹的声音直接导致了他出现了应急行为，发现上面爬不出去，他躲进了围墙的角落中，因为那里有几根树木遮挡。从这里就可以发现，福宝对于声音非常敏感。然后他又感觉这里不安全，便从里面爬了出来。接下来他在院子中来回徘徊，只求寻找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。可来来去去了几圈，发现都不行。就这样，被吓坏的福宝还在慌乱地跑着。最后他朝着室内走去，来到门前时，发现门又关着。这时天空的冰雹越下越大，声音不减反增。最后他只能翻越围栏，逃到了竹林中躲藏。江爷爷得知消息后非常担心，不停呼唤着福宝的名字，让他回到内舍。当看到爷爷后，福宝这才安静了下来，然后朝着室内走去了。福宝对声音真的好敏感，这里要为爷爷点个赞。在孙女感到恐慌时，第一时间出现在她的身边。当年爱宝教福宝下围栏这段视频，真的把我感动到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福宝在室内爬围栏玩，爬了一会儿，体力不支的他准备下来。平时都有爷爷和妈妈在，所以他一下就下来了。可是这次他们都不在身边，这可难到了福宝。当时的他还小，脚也短，身体放直也够不到地，这可把他吓坏了。然后边叫救命边往上爬。听到呼救声的爱宝立马就跑了过来。果然天底下最伟大的就是母爱，并且母爱不分种类。
看到福宝吓坏了，爱宝双手展开，保护孩子的同时又安慰他。看到福宝情绪稳定后，爱宝用手扶着他，还鼓励他自己下来。毕竟这是孩子的一门必修课，要让孩子自己克服。就这样，在妈妈的鼓励和保护下，福宝又继续尝试，而爱宝也很耐心地扶着他。期间，福宝还是有点害怕，爱宝则是一遍又一遍地在一旁鼓励。最终，福宝因为害怕，还是不敢下来，爱宝就咬着他的身体，慢慢往下拽。就这样，在爱宝的保护下，福宝最终安全落地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！萌兰被亲妈带着时太幸福了，妈妈把她抱在怀里，不停亲吻，这一画面真的好温馨。萌兰婴儿时还是萌萌亲自带的她，当时的萌萌母性极强，在她的照顾下，萌兰白得发光。当时只要看到妈妈儿的视频，她不是在被妈妈抱着，就是在被妈妈亲吻的路上。即使妈妈饿了，只要舔舔妈妈儿就饱了。怪不得萌兰的脑袋有点秃，原来是小时候被妈妈舔的呀。萌萌有多稀罕萌兰呢？有一次，奶妈拿食物来换萌兰，萌萌把食物吃到嘴里后，玩那是一点都不想给，她把萌兰抱得死死的，一下都不想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。换作是成大的话，只要有吃的玩你随便拿，用完记得还给自己就行。最后奶妈只好拿出加了蜂蜜的盆盆奶，果然大熊猫对盆盆奶没有抵抗力。就这样，萌萌闻到蜂蜜的香味后，把萌兰放在了一旁，趁她喝奶之时，萌兰就被偷走了。当萌兰被送来时，萌萌还确认一下孩子有没有被调包。当闻到孩子熟悉的味道后，她直接一把就搂在了怀里，激动的亲吻。当萌兰几个月大时，其他的小熊都是挖美能手，只有萌兰白得要死，主要是因为爱美的萌萌看到孩子身上脏了，就会拉着他去洗澡。反正妈妈带他的那段时间，他无拘无束，每天都没有烦恼，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个快乐的小熊。直到和妈妈分开的那一天，他都委屈坏了。至此以后，萌兰开始学会长大。好在遇到了发姑奶爸，陪他度过了整个童年。童谣中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没妈的孩子像个草，这真的很有道理。小时候的萌兰太暖了，看到美奶妈倒垃圾，她主动扶着垃圾桶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萌兰看到美奶妈在清理树叶，就快速跑了过去。我以为她要过去捣乱，您猜怎么着？没想到她过去就要抢奶妈的扫把。她的心意奶妈收到了，但这时她确实干不了，奶妈就给她爆开了。美奶妈把她放下后，刚一转身，萌兰又跑了过去。既然奶妈不让自己扫地，她就扶着垃圾桶。疼么么儿的美奶妈怎么舍得让她帮忙了？可是奶妈越阻止，她就越挣扎，还抓着垃圾桶不放手呢。然后她又被奶妈送到了一边。可是萌兰要帮忙的心已决，这下她又跑了过来。看到萌兰过来，奶妈赶紧把垃圾桶抱到了另一边。没想到萌兰还要跟过来，结果美奶妈死死拦住。既然垃圾桶不让扶，看到地上树叶还没清理干净，她奔向铁铲，准备拿过来扫地呢。萌兰真的太懂事了，一心只想着帮忙。最后实在无法，奶妈只好让萌兰扶着垃圾桶。就这样，在萌兰的帮助下，奶妈的清理速度越来越慢。看到这里，我终于明白为啥奶妈不让萌兰帮忙了。萌兰虽然是好心，但她过来简直是帮倒忙。奶妈本来10几分钟就能完成的打扫，这下半个小时过去了，还没有完成。您瞅瞅，还差点将垃圾桶弄倒。但站在萌兰的角度来看，她只想帮助奶妈，哪知道自己好心做成了坏事。反正后面奶妈把萌兰送走了，她又过来又抱走了，抱走了又过来，就这样重复着。至今都想不明白，当年萌兰是怎么说服庆大庆小给她当肉垫的。首先是庆小助她爬窗，然后就是庆大助她越狱。萌兰在四川的那些年，最大的收获估计就是有了2个忠实小弟，他们不仅对萌兰言听计从，还十分体恤萌兰。如视频中，庆小知道萌兰越狱辛苦了，还给她按摩，甚至后来他们长大了，他们依旧尊敬萌兰。比如画面中，萌兰嘴唇发炎，庆小心疼的用嘴为大哥处理伤口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萌兰在四川待了2年后，2岁时乘飞机回到了北京。至此，四川少了一个三哥，北栋多了一个阳光大男孩。而萌兰和2个忠实小弟，自从那一别后，就再也没见过面。三哥依旧是三哥，在北栋凭借越狱，一时间成为顶流。而庆大和庆小却逐渐淡出了熊猫圈，网络上关于他们的消息
也是寥寥无几，也不知道他们如今都过得怎么样了。我们来看看庆大，他现在居住于成都熊猫基地，只是他现在不叫庆大，而是改名叫琪琪。虽然当年萌兰离开四川后，期间庆大还被传出有刻板的行为，但后来庆大的状况得到了重视，有所改善，也得到有效治疗，完全康复了过来。后来庆大因为会表演爬树、会劈叉，还会不停的咩咩叫等等开朗行为，还被当做了全球动物形象大使。虽然曝光少，但现在过得非常不错。作为萌兰最忠实的小弟庆小，同哥哥庆大一起生活在成都。他现在也改名了，叫做点点。虽然他现在没有流量，要快被大家遗忘了，但从最近他的一段视频中发现他非常健康，只是没有了当年活泼。好希望当年的三小只再次同框呀！我找到了金虎打黑工的视频，看到美女格外主动，还亲对方手呢。她是懂享受的。那时候人们只要花钱就能和大熊猫一起合照。这天一批游客花了钱来看大熊猫，饲养员便把小金虎抱了出来。这时的金虎还不是话痨，但他性格非常好，见到两脚兽也非常热情。虽然每个人只有3分钟，但这性价比十足。现在花钱去看大熊猫，不能接触也只能看个几分钟。后来不知为啥就取消了和大熊猫近距离接触的项目。只见视频中的金虎对待男生那是爱搭不理，自顾着吃着手中的食物。但小姐姐把手伸过来那一刻，您猜怎么着？他把手直接搭在小姐姐的身上，态度明显要好许多，甚至还主动靠着小姐姐。但近距离目睹小姐姐的颜值后，他还要亲小姐姐的手呢。看到这里，我承认我羡慕了。不得不说，这金虎他是懂流量的。当小姐姐时间结束要走时，金虎还依依不舍呢。说到打黑工，在这里不得不提一提乐宝了。他也是看到美女后表现得格外主动。您瞅瞅，他还要亲美女呢，幸好被奶爸阻挡了下来。你以为到这里就完了吗？有一次看到美女同自己拍照，他还想拿过自拍杆自己操作呢，哈哈。放眼打过黑工的大熊猫、金虎和乐宝，简直是一绝。